你天天在家闲着，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带个孩子怎么就能带出抑郁症来？我每天在公司被老板当狗使唤，12000的房贷，连轴转了3个星期，只求回家能吃口热饭。你呢？天天冲我摆冷脸。丧偶式家子，我受够了。你，孩子半夜发高烧惊厥的时候，你在陪客户喝酒；你妈指着我鼻子骂我乱花钱的时候，我连1包卫生巾都要精打细算。这个婚今天必须离。好，离就离，谁不离谁是孙子。你。头好痛！你是谁？我操！我的声音，我的身体怎么回事？你是林夏啊！我的肚子好痛，感觉裂开了一样。剖腹产缝了7层的刀口，加上长期抱孩子留下的腰肌劳损。周泽，欢迎体验我的身体。我和周泽互换了身体。林夏，你个扫把星，你又在做什么妖？我儿子在外面累死累活赚钱，你在家带个孩子还能把自己带进医院，是不是想装病骗我儿子的血汗钱？妈，你说什么？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种不下蛋的母鸡，赶紧给我滚起来回这些去做饭。话在过去2年里就像钝刀子，无数次割在我心上。现在，这说的是人话吗？反了啦，是我儿子的和我儿子的，你还有理了？信不信我让周泽跟你离婚，让你净身出？周泽，你他妈死哪儿去了？工地出了问题，甲方要追责，免责声明今天必须签了。你要是敢拖累老子，马上让你卷铺盖早走。原来他在外面就是被人这样当狗训的，被踩在脚底碾压尊严，回家再转述给我。哎呦，儿子，你醒了，妈是替你教训这个不懂事的。闭嘴！儿子，你怎么了？被自己亲妈指着鼻子骂是废物的滋味，好受吗？走，回家。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解决问题。周泽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你看他那副死鱼脸，等回了家必须立规矩，你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孩子哭吗？赶紧去冲奶粉。水温是多少来着？林夏，知不知道这奶粉多贵？你作死啊！你冲个奶粉都把碗砸了，你还能干点啥？妈，我不就是打碎了一个奶瓶吗？我手都烫伤了，你看不见吗？你还敢顶嘴？烫伤了活该！我得去公司了，主管打电话来，出了大问题。我天天在外面赚钱那么辛苦，你在家加个孩子洗个碗都干不好，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干嘛。林夏，你是住在厨房里了？奶粉没冲好就赶紧进来喂奶，孩子饿得直哆手。喂奶？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喂奶？原来这就是他每天都在经历的地狱。哟，周大经理，终于舍备出院了，还以为你要在医院躺到下个月发工资呢。王主管，有事说事。锦绣花园3期承重江严重开裂，甲方发了停工整改通知，就是你采购的水泥不达标，这免责生意你今天必须签。你笑什么？赶紧签字！你不签，我打电话给人事部，你滚蛋！王主管，你让我签字背锅之前，自己都不看一眼进货单据的吗？你干什么？谁让你翻我单据的？谁让你翻我桌子的？大家看看，图纸要求重重墙用高强度水泥，这批劣质水泥标号差一大截，出库方是建强建材。王主管，法人代表李建强是你的亲小舅子吧？你胡说八道！就算是我小舅子的公司，验收入库是你签的字。系统记录显示，材料供应商变工是半个月前周5晚上改的。那个时间我在医院急诊科挂吊瓶有记录，而这个操作 IP 从你的独立办公室发出，你利用职权改数据，买小舅子的劣质建材，现在出了事让我背锅。12315还是住建局质检科，你涉嫌职务侵占和工程造假，经侦大队会对你很感兴趣。别打！不可能，恒泰那边明明答应保我周全的。林夏，你快回来！兜兜发高烧惊厥了，他翻白眼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中邪了，非要给他灌符水，我拦不住他！救命啊！这笔账我们慢慢算，你要是敢跑，我保证你后半辈子都在局子里。这孩子是撞客了，把符水喝下去就好了。妈，别给你这花好这么好啊！别给他喝这个，会出人命的，去医院！住手！还愣着干什么？去冰箱拿退热针，去浴室拿温水毛巾。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烧起来，我按网上说的给他穿了衣服。你给他穿了多少？妈说今天降温，穿了毛衣、羽绒马甲，外面还裹了厚包被。捂热中和症，你现在体会到了吗？
你所谓的我妈带大了3个孩子，是一次次拿孩子的命赌博。当你无力阻止的时候，那种叫天天不应的绝望。谁是孩子家属？你们是怎么当父母的？孩子39度5了还裹那么厚，再晚半小时引发脑炎，这孩子就毁了。还有，胃液里有草木灰和重金属，你们给他喝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符水里全是有害物质，给孩子喝就是害命。封建迷信害死人，封建迷信害死人，以后绝对不能再碰。医生，对不起，是家里老人不懂事，差点酿成大错。以后绝对不会了。林夏，我错了，我不知道你在家每一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带一个孩子比在工地干10个小时还累。我更不知道我妈是这样对你的，我以前还怪你天天丧着脸。觉得很惊讶。这些药我吃了整整1年半。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天天冷着脸吗？那段日子全靠这些药撑着，我好几次都觉得熬不下去了。要是没这药撑着，我和孩子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周泽，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王主管实名举报你收受建材商30万回扣，他还提交了你的转账记录，半小时内不回公司给我解释，我直接把证据移交精神大队。王主管伪造了你收受30万回扣的证据，大老板要送我进局子。30万？他怎么敢？我从来没拿过1分钱回扣，那30万是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瞒我？那30万是去年底王主管私下找我借的，他说他老婆生了重病，急需用钱，我从私人账户转给了他小舅子李建强的卡上，他保证年底连本带利还。他是不是还跟你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知道，然后你就像个傻子一样被他拿捏到现在？林夏，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这么阴险，借条还锁在公司储物柜最底层。我信不信你不重要，重要的是警察信不信。可借条在储物柜里，王主管现在肯定已经把它撬开销毁了。慌什么？借条没了，银行流水会消失吗？你当时把钱转给谁了？转给了李建强的账户。李建强，就是供应劣质水泥的那个建强建材的法人代表。走，回公司，今天这出戏该收网了。我跟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着那个王八蛋身败名裂。周泽，你还有脸带家属来？你贪污公司巨额工程，良心被狗吃了！闭嘴！老板，这是所谓受贿的证据，账单清楚写着30万是我从私人账户转出去的，收款方李建强。李建强不仅是王主管的小舅子，更是锦绣花园项目水泥供应商建强建材的法人代表。老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周泽反咬一口，那30万是他入股建强公司的分红。王主管，你怕是忘了，这笔钱是你哭着求我老公借给你的。你一个家庭妇女懂什么？借条呢？拿不出来就是诽谤。借条确实没有了，但你可能不知道，转账那天晚上，车里的行车记录仪设定了24小时循环录音。小周啊，哥哥这次真是遇到难处了。这30万你先借给哥哥救急，打到我小舅子李建强的卡上，千万别声张。王建设，你他妈竟然敢黑公司的钱！保安，直接报警！走吧。等等，周泽，王主管的事公司会追究，但锦绣花园那个烂摊子，甲方要求重新出设计图和整改方案。你能在3天内拿出让我满意的方案，项目总监的位置就是你的。拿不出，一样开除。不用3天，明天早上8点，完美的整改设计图会放在您办公桌上。林夏，你疯了！一晚上怎么可能画得出图纸？帮我泡杯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把门关上，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我刚才整理柜子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林夏，对不起，
我以前只知道你在家带孩子，我以为那是最轻松的活，我忘了你曾经是多么耀眼的人。是我亲手折断了你的翅膀，把你锁在这个破房子里，还嘲笑你不会飞。眼泪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道歉有用的话，我1年半吃下去的抗抑郁药能吐出来吗？赶紧给我开门！你画图，这里交给我。你耳朵聋了啊？敲半天门才开。嫂子，忙啥呢？妈，兜兜刚退烧睡下，你带刘强来干嘛？强子谈了对象，女方要求有辆代步车。你结婚的时候，你娘家不是陪嫁了20万的银行卡吗？赶紧拿出来给强子提车。妈，你疯了吗？那是林夏父母给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凭什么给刘强买车？你个臭娘们说什么呢？嫁进周家，你的钱就是周家的钱，别给脸不要脸。就是，你要是不拿出来，我让我儿子马上跟你离婚，让你净身出户。刘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说要强占谁的钱？老子就说了怎么着？你不给，老子今天就不走了，还要把你家砸了。喂，110吗？我要报警。朝阳小区3栋，2人非法侵入住宅，涉嫌言语威胁，企图强占我20万元婚前个人财产。我有录音证据，请马上出警。你竟然敢报警！我是你婆婆，这是家务事儿。张桂芳女士，只要我不承认你是家属，这就是入室抢劫。这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林夏的名字，你们强行闯入强占婚前财产，金额20万，够判3年以上。他来真的，赶紧走！谁报的警？帽子同志，是我。他们言语威胁要强占我的婚前财产，还破坏私人财物，请依法处理。强索他人财物便有暴力威胁，已经构成敲诈勒索初步特征，立刻停止行为。如果再敢上门骚扰，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你让我体谅的家人。林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们踏进这个家，你还能原谅我吗？道歉没用，先把你妈和家里的烂事处理干净，再谈别的。粥糊了就倒掉，胃不好就别瞎折腾。你的身体，我替你守着。老板，锦绣花园结构重塑与承重加固整改方案。这是你画的？如假包换。把设计部张总监叫过来，马上！天才，用新型加固材料和墙体结合，不仅解决了承重不足问题，抗震等级还提升了，施工成本比原方案低15%。周经理，这真是你独立完成的？老板，这份方案甲方能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从今天起，你就是锦绣花园项目总负责人，兼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泽哥，恭喜高升啊！今晚有空吗？人家想请你吃个饭庆祝一下。你那个黄脸婆嫂子平时对你那么差，哪像我这么心疼你？心疼我？那你心疼我的方式就是打着我的旗号，每个月多报销3000块钱的餐费和打车费。泽哥，你胡说什么？那些单据都是你签过字的。上个月15号，你报销800元法式餐厅招待费，备注陪同周经理招待供应商，但考勤显示那天我整天在工地，午饭吃的10块钱盒饭。22号，你报销500元深夜打车费，备注周经理安排加班。可公司监控拍到你晚上10点上了一辆保时捷的副驾驶。
网约车升级成保时捷了。周泽，你以前明明说这些小钱不用计较的。以前我脑子进水，不代表现在还当冤大头。喂，财务部，我是周泽，举报行政部丽丽长期伪造报销单据，涉嫌职务侵占，异常报销民宿已发到你们吐出来，直接报警。现在，带着你的眼泪，滚回你自己的工位。他没有出轨，没有花天酒地，他是在拿自己的命去填补我父亲捅下的窟窿，而他瞒着我，是因为当时的我已经有严重的产后抑郁。如果我知道父亲惹上了高利贷，我一定会崩溃。周泽，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把苦难一个人扛下来就是保护我吗？你不说你的委屈，我不懂你的牺牲，我们就这样活生生把彼此逼成了仇人。爱又像一场旅行，走停停，走停停。原来给孩子做一顿辅食这么麻烦啊！停下了足迹。是否还是不太喜欢车厢在，到现在都没改。林夏，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公司出事了吗？你都看到了。林夏，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瞒着你。解释什么？解释你为什么每个月偷偷给我爸打钱帮他填50万的窟窿？还是解释你喝到胃底静脉大出血连命都不要了？我能怎么办？你当时怀孕6个月，医生说你已经有严重的抑郁倾向。如果我告诉你爸被骗光了，还借了高利贷，你能承受得住吗？我是你丈夫，天塌下来我除了自己顶着还能怎么办？所以你就选择一个人去死吗？所以你就让我在家像个傻子一样每天抱怨你不顾家，任由你妈骂我吃白饭，任由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周泽，婚姻是2个人的事，你凭什么剥夺我跟你一起面对困难的权利？我怕你觉得我没用，怕你觉得嫁给我日子越过越苦。我如果怕苦，当年就不会为了你放弃去意大利进修的机会。对不起，老婆，对不起。这几天在家带兜兜，每天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家务，还要应付我妈，我才知道你一个人在家比我在工地苦100倍。产后抑郁不是矫情，是真的会把人逼疯。我们都错了，都以为自己是为了对方好，却用最错误的方式把彼此推得越来越远。从今天起，谁也不许再骗谁。你的胃溃疡，我替你调理好；公司的烂盘子，我替你收拾干净。那我呢？我能为你做什么？帮我照顾好兜兜，还有用我的身体去报高级建筑设计师的资格考试，基础理论和资格证，你必须帮我考下来。我连基本的建图软件都用不利索。我会教你，从零开始。你把欠我的事业还给我，我把欠你的健康还给你。好，哪怕熬掉半条命，我也不让你的名字继续蒙尘。周总工，出大事了！建强建材的李建强弄来7、8辆大卡，工地大门堵死了。他拿着伪造的违约合同，非说咱们欠他100万违约金，新水泥进不来，工人也开不了工。他凭什么堵门？他手里有盖着公章的合同，帽子说属于经济纠纷，只能调解，可停工1天就是10几万损失，10几万损失，他就是想拖死咱们。怎么了？李建强带着假合同去工地堵门讹钱了。这帮王八蛋！林夏，咱们不能妥协，一旦给钱，他们就会像水蛭一样吸死公司。周泽，你以前就是太规矩了，
才会被这些流氓拿捏。今天我去教他们，在真正的智商碾压面前，他们那些把戏连个屁都不是。李建强，你们堵门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请立刻把车挪开。同志，是他们宏宇单方面违约，白纸黑字的合同在这儿，违约金100万，他们不给钱，我的车队就停在这儿。这属于经济合同纠纷吧？你们管不着吧？你那水泥根本不达标，墙都裂了，你还有脸要违约金？既然对方有盖着公章的合同，确实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你们只能走司法途径。听到没有？今天见不到100万，谁也别想开工！打死这个王八蛋！都给我住手！周总工，您可算来了。大老板说今天不开工就全滚蛋。哟，宏宇的软脚鲨周经理，大老板派你来送钱了，少1分都不行。合同拿来我看看。看吧，睁大你的眼，上面盖着你们宏宇的章。李建强，你确定这份合同代表你们建强商贸的真实意愿？废话，老子亲笔签的字，盖的章，想赖账门都没有。好，同志，我不是来处理经济纠纷的，我现在实名举报一起涉案金额巨大、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周泽，你脑子进水了？什么刑事案件？这份检测报告由市级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报告显示，建强商贸运到工地的水泥外包装标着高强度，实际质量差了1大截，掺了大量劣质粉料，直接导致3面中重墙结构性开裂。根据规定，卖伪劣建材金额50万以上，要判7年以上有期徒刑。你卖给我们的劣质水泥总金额80万，你放屁！谁能证明那批水泥是我们的？就凭你刚才自己拿出来的这份独家供应合同，你当着警官的面亲口承认你们是独家水泥供应商。既然是独家，这批劣质水泥除了你还能有谁？你拿出来的不是护身符，是你亲口认罪的铁证。不，那合同是假的，是我伪造的。警官，那合同不算数。孙总救我！李建强，孙总救我！李建强，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及敲诈勒索，现在依法对你传唤。周总工，您今天让我们刮目相看，以后这工地几百号兄弟全听您调强。老李，马上组织工人清走卡车，通知合规材料商进场，今晚加班把延误的工期全部抢回来。是，保证完成任务。周泽，你昨晚做的那份设计图，刚才怎么出现在竞对手鼎盛装饰的官方发布会上？你说什么？10分钟前鼎盛装饰开了发布会，展示的整改方案跟你今早给我看的一模一样，连根线条都没变。你是不是把图纸卖给了鼎盛？甲方已经发了质询函，认定我们涉嫌抄袭。下午2点竞标会给不解释，我们就被踢出局。图纸泄露了，除非是丽丽趁我调取报销记录偷拍了没关闭的图纸。林夏，出什么事了？去我书房。出什么事了？去我书房，打开电脑，地盘隐藏文件夹里有个力学参数底包文件，用加密邮件发到我手机上。好，马上发。今天我要让鼎盛跪着吐出来。你跑哪儿去了？鼎盛已经放话，等会儿他们先演讲，我们拿什么拼？老板，慌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妙啊！新型材料和墙体复合加固，大师级手笔。这份方案是我们鼎盛熬了3个月的心血。某家同行企业不仅工程出问题，还模仿设计图纸。鼎盛的设计师口才不错。既然你说这是你们熬了3个月的心血，我有个基础的专业问题想请教。节点 C4 位置，2种材料结合的地方，核心的受力补偿系数，你设定的是多少？刚才还把方案吹得天花乱坠，连自己图纸上的核心参数都答不上来。这份完整原文件今天凌晨5点45分已上传到版权局区块链系统，不可篡改的时间可存证。而你们上午9点从我们公司一个被开除的行政文员手里买了一张只有表皮图，拿着一张连核心参数都没有的空壳图纸，跑到这里反咬一口说我们，这已经不是道德败坏，是拿安全当儿戏。这是性质极其恶劣的恶性商业事件，立刻取消鼎盛竞标资格，责令相关部门联合调查组彻查鼎盛过往。
等着，孙总不会放过你的。周泽，庆功宴今晚安排上。老板，庆功宴我就不去了。有比庆功宴更重要的事儿？有。我老婆在家等我，我得回去给她做晚饭。回来啦，竞标顺利吗？当然，你老婆出马，什么时候输过？等我帮你考下高级设计师资格证，等我们把所有烂摊子收拾干净，我们重新结一次婚吧。我还以为把离婚协议烧了，决定重新开始，老天爷就会把身体还给我们。这世上的事，如果靠烧一张纸就能一笔勾销，那些结结实实受过的苦算什么？在没有把彼此的人生拉回正轨之前，不要抱幻想。明天开始，除了照顾兜兜，这本教材你要背熟。每天晚上，我抽3个小时给你补课。好，就算把脑子学炸了，我也一定替你考下来。姐妹们，加入星辰宝妈互助基金，投1万块，每天稳赚500。兜兜妈，拿点私房钱跟着投吧。爸，按安娜导师，每天5%收益率，年化1825。请问底层资产盈利模式是什么？哎呀，林夏妹妹，咱们女人懂什么底层资产？你只要知道能赚钱就行了。你发的那些转账前图，所有流水拼号前6位都一样。流水号是随机生成的唯一序列，你这是 P 图软件批量生成的假图。按你承诺的收益率，50个宝妈每人投1万，3个月后你要付225万利息。什么合法生意3个月能产生450%纯利润？我已联动反诈中心报警。老婆，看到群里消息了吗？我今天可是挽救了好几个家庭。表现不错，作为奖励，今晚加练2套建筑力学真题。不是吧，林总工？林总工，我今天脑细胞已经死光了。少废话，去书房。闺女，催债的找到老家了，千万别回来。是周泽吧？你老丈人林秋生在我们这里借了50万，你上个月的利息怎么还没打过来？你是哪位？你别管我是谁，明天中午12点之前不能把上个月和这个月一共6万块利息打到指定账户，我们兄弟就亲自上门找你那位媳妇儿好好谈谈。高利贷催烧，竟然敢拿我来威胁！你什么时候回来？听着，立刻去主屋保险柜，把房产证原件和结婚证拿出来放进随身包，把门反锁，无论谁敲门绝对不能开。出什么事了？林夏，别跟他们硬碰硬，那帮人不要命的，你把钱打给他们吧。闭嘴！这笔钱根本不是合法债务，是用诈借和伪造合同堆起来的敲诈勒索，给了一次就会有无数次。你保护好兜兜，这群老鼠交给我。周老板，挺准时，钱呢？钱在这里，但给钱之前，我要见龙哥，让他亲手把伪造我妻子签字的抵押合同撕了。你算什么东西？赶紧把钱交出来！想动手？动手之前，先回头看看四周停了多少辆车。警察，不许动，抱头蹲下！涉嫌敲诈勒索、伪造文书、寻衅滋事，依法逮捕。干得漂亮！通过技术侦查，已锁定龙哥藏身窝点，刚才已经连锅端了。林夏，谢谢你，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这辈子都会被他们拿捏。我是你老婆，保护这个家也有我的责任。不过，感动归感动，今晚力学测试及格不了，你睡沙发。歇会儿吧。不行，明天就是协会的线下审查了。如果考官问专业问题我答不上来，连笔试资格都拿不到。图纸测绘不光是死记硬背，你是做工程出身的，材料承重极限你比我清楚。把理论套进你熟悉的施工现场，你会好理解得多。对啊，如果把这个节点换成工地上承重柱浇筑了剂，这个公式就通了。老婆，你脑子太好使了。少拍马屁，赶紧看书，手机通话保持接通。放心，我今天就是去拿回属于你的东西。各位考官好，我是宏宇装饰的林夏，来提交高级设计师资格审查资料。林夏，你不是退出设计圈在家生孩子了吗？现在又想回来分一杯羹？周泽，别被他激怒，这人叫刘洋，我以前的死对头。直接把作品集和锦绣花园方案交上去。刘考官，这是我的作品集和上个月主导完成的锦绣花园整改项目图纸，请过目。不可能是你一个脱离一线2年的女人画的！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抄袭了？图纸上每个承重节点我都烂熟于心。你画不出来就觉得别人也画不出来。好，那我当场考你，深低坑的土墙受力怎么用理论公式动态修正？把公式默写出来。周泽别慌，第一步你先写，不用你教。刘考官，你考的这个理论确实偏，但理论是死的，工地上的土是活的。你的书本公式如果不算地下水涨落的影响，你的独物墙不出3天就会管涌甚至坍塌。真正的动态修正计算必须加上水土变化的变量系数。刘考官，你只会在办公室看书本公式，我是在泥坑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你想用死理论难倒我，你还嫩了点。好，回答的太好了。像林夏这样既有顶尖设计理论又了解施工和地质水文的复合型人才，才是行业最需要的。刘洋，公报私仇，故意刁难考生，回去写3000字检讨，暂停审查委员资格3个月，全协会通报批评。老婆，我做到了。那个姓刘的怼得哑口无言，连会长都夸我。好了，别高兴太早，下周才是闭卷考试。周泽马上回公司，甲方说我们设计师违规操作，下午就要解除合同，赔双倍违约金。公司出事了。你们宏宇简直胆大包天，真把我们锦绣集团当傻子忽悠吗？2期工程内墙保温层，你们预算表上写的是什么板材？你们想让业主得生病吗？赵总，既然说我们弄虚作假，拿出实质性证据，宏宇不背黑锅。白纸黑字盖着你们章的预算表就在这儿。章是真的，但材料名称和单价被人替换了。赵总，在您指控我们之前，您看过设计总图吗？你是什么人？2期工程承重结构全部采用特种防补涂料喷涂的 H 浆锆梁，你指控我们偷换的劣质板材成分里的3板乙酯碰到防补涂料里的溶剂会发生剧烈化学反应，甚至自燃。一个连基本材料相斥原理都不懂的人，才会把这2种东西写在同一张预算纸上。我老公作为顶尖结构设计师，怎么可能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对啊，这么低级的错误，周老公不可能犯。这份标书被人调包了，盖着你们章，不是你们打印的还能是谁？除非你们拿出证据。刘经理，标书是从你们部门的彩色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吧？是，但我是严格按您的电子版打印的，我绝对没有调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每台彩色打印机都有专属的隐形身份证，打出来的纸上藏着肉眼看不见的标记，能精准查到打印时间和机器编号。同志，请现场读取这张造假预算单的数据。报告，这张纸打印时间是今天凌晨3点45分，打印机 IP 属于宏宇装饰预算部经理刘某的独立办公室。我坦白，是赵总给了我50万。赵凯、刘某，你们涉嫌受贿罪，现在依法传唤。周总，以后技术上的事你说了算。行了，别看了，临阵磨忙只会更紧张。你以前在工地指挥几百号人的气势去哪儿了？去吧，
我等你凯旋。老城城改造，政府将投入巨资，原则是绝不大拆大建，通过微改造、微改新，让老人住得舒心、安全。周副总，别来无恙。恒泰资本执行总裁孙耀，也就是被你搞垮的盛盛装饰的总公司负责人。宏宇给你多少年薪，我出10倍。跳槽来恒泰，我让你来恒泰，我让你当总经理。老城山那块地位置太好了，只要在适老化改造设计上故意留出安全隐患，认定是危房，就能推动整体强拆，在上面盖商业综合体。跟我合作，你后半辈子花不完，挡我的路。你们恒泰眼里只有钞票，但建筑的本质是人。用恶意设计坑害老百姓的家，这种钱我嫌脏。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有100种方法让宏宇连竞标门槛都摸不到，走着瞧。哼。最后一道大题，是你前天晚上教我的空间行建结构计算，我全写出来了，我没给你丢人。干得漂亮，周公。这帮畜生，老城筛住的都是奉献了一辈子的老职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明天周末，咱们带工具亲自去老城筛实地勘测。王大爷，签了这份安置协议，马上发2万搬家补贴，以后给您分带电梯的大房子，您非要死守这破屋子干什么？我不签，这房子是我和老伴儿住了50年的根，说的是修缮加固，不是拆。你们这些骗子，不识好歹！今天不签，以后施工队断水断电，您在屋里都没人管。住手！好啊，你个小贱人，跑这儿管老娘闲事儿！我现在是恒泰的高级宣导员，签成一单5000提成，你赶紧滚回家洗衣服，别妨碍老娘发财！各位爷爷奶奶，这根本不是安置协议，上面写着，一旦签字，代表你们自愿放弃该房产所有翻建修缮权利，全权委托恒泰进行商业开发，搬家补贴是按月分期的。他们随便找借口断了资金链，你们1分钱拿不到。房。张桂芳女士，再敢动她一下，你不仅拿不到提成，还会进局子。你真以为5000块提成好拿？这份合同可能是你拿着忽悠老人签的，以后房子被强拆，你也是要负责任的。你就是合同诈骗案的第1从犯，涉案金额上千万，后半辈子踩缝纫机吧。我不知道啊，他们只说让我劝搬家。喂，我是宏宇装饰副总工周泽，实名举报恒泰在老城墙改造项目中采用欺诈方式诱骗老年人签订协议，地址长青巷，请立刻派人员处理。张桂芳，如果不想坐牢，等会儿警察来了，你就老老实实把恒泰怎么教你骗人的，一字不漏交代清楚，转做污点证人。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一声妈，从今往后你好自为之。王爷爷，外面风大，我送您回屋，有我们在，这房子谁也拆不走。以后别再插手我们小家的事儿，也别再找我的麻烦。逢年过节我们会带兜兜回去看你，但你要是再像以前那样刁难他，就别怪我们不认你这个妈。知道了。林夏，王爷爷腿脚不方便，地砖要全换最高级别防滑材料，淋浴区和马桶旁装隐藏式不锈钢扶手，还有窗台得加宽1截。方便他摆花盆养花。不仅如此，
所有入户通道和台阶设计坡度小于15度的无障碍缓坡，床头和卫生间统一接入一键直通社区医院的紧急呼叫系统，巷子转角装太阳能感应夜灯，老人晚上出门不用摸黑。这里可以7套10桌10栋，大爷们下棋聊天也有地方。太完美了，这是我这辈子参与过的最伟大的工程，也是我重回巅峰的最好证明。怎么了？林夏，成绩出来了。周副总，听说你们方案做得很感人。孙总大半夜打电话就是来夸我们。不，我是来通知你，你们输了。老城寨改造需要的特种防滑地砖、无障碍升降设备、防火保温材料，整个华东地区的供应链，今天下午已经被我们恒泰溢价30%全部买断了独家代理权。从现在开始，市面上哪怕1块符合市老化标准的防滑砖，没有我点头，你们1克都买不到。就算明天市被你们图纸感动哭了，一个买不到材料无法落地的空中姆雷格，敢用吗？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你老婆的图纸变成废纸。出什么事了？视频下面没有不相信，你也别说烧子在危机期。怎么会这样？没有那些特种材料，方案过不了评审关。现在去外省调货根本来不及，明天上午10点就竞标了。既然他切断了所有常规材料供应链，那我们就不用常规材料。周泽，你还记得我当年拿金奖的那篇论文吗？废弃建材回收再利用技术。没错，老城筛最不缺的就是拆下来的废旧青砖、钢管和木材。孙耀能垄断高端特种材料，但他垄断不了建筑垃圾回收站。我要连夜修改方案，用最低成本、最环保的技术将废弃材料现场加工，变成抗压抗滑的新型环保砖，绕开它的垄断，还能把改造成本再压缩40%。好，改造成本再压缩40%。好，要改哪些施工工艺，我来划节点。今晚不睡觉也要给他上一课。成本比原方案降了42%，材料全部就地取材，彻底绕开外部供应链。走，去竞标现场。总预算虽高，但1分钱1分货。奉劝某些同行，拿不出稳定供应链，一切都是空谈。各位领导专家，介绍方案之前，请大家摸一摸这块砖。它的原料就是老城乡巷子里的废弃青砖。宏宇提交的光影长青最终方案放弃了所有被垄断的进口特种材料，我们采用自主研发的废弃建材回收加工技术，将改造产生的废旧青砖、木材、钢管全部回收，现场加工成符合标准的防滑地砖、无障碍无障碍扶手和休闲构件，防滑系数0.85，远超标准0.5，抗压强度35 PA， 成本仅为进口特种砖的28%。所有材料就地取材现场加工，不存在断货风险，减少80%建筑垃圾外运。荒谬！回收废料也敢用在这上面，出了事故你负得起责吗？孙耀先生，我们接到10名举报，恒泰资本涉嫌扰乱市场秩序，请配合调查。恒泰资本竞标资格冻结，后续根据调查结果处理。宏宇装饰以满分评分中标老成材适老化改造项目。我们赢了。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林夏，我们还回来了，对不起，以前是我不好，不见你的付出，把你一个人丢在委屈里。我也有错，什么都憋着不说，把你推得远远的，我们都错了。这几天在你身体里带兜兜的崩溃，被我妈辱骂的屈辱，翻到抗抑郁药时的窒息，我才知道你每一天怎么过来的。我也看到了你藏起来胃溃疡诊断书，你为了我爸的债一杯杯灌酒的无奈。我去给兜兜冲奶粉，你先歇着。水温45度，3勺奶粉，顺时针摇，我都记着。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公司那边，我打算申请降职，转行政支持岗，朝9晚5，能按时接送兜兜，给你做饭。那你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没有白费。经过这一遭，我才明白，工作是为了家，不是家为了工作。家里有你一个大设计师就够了。林夏，你去开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吧。你的才华不该埋没在柴米油盐里。老城山项目我帮你对接施工，你安心做设计。家里有我，再也不让你一个人扛了。好，
我们一起。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大老板再三挽留，最后批了项目顾问，不用坐班，时间自由，专门对接老城峡项目。以后家里和工地两头我都顾得上。辛苦周公了。挣下来了，我去协会领的，物归原主，本来就是你的。这是我想要的。恭喜林总，事业重启。也谢谢周公，施工方面还请多多指教。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从前那个缺位的丈夫真的回来了。林设计师，周公，我们老房子就拜托你们了。王爷爷您放心，改造完您坐轮椅能从巷子东头溜飞到西头，连个坎儿都没有。卫生间扶手防滑砖，保证您洗澡走路稳稳当当。床头呼叫器直通社区医院，按一下医生就来，不用拆门槛。做个嵌入式缓坡，平时和地面齐平，轮椅来了翻起来就是坡道，不影响走路，也不破坏承重。林设计师和周公配合的也太默契了。以前我洗澡都得等邻居帮忙，现在自己就能洗了。谢谢你们。林夏，我现在终于懂你为什么那么热爱设计了。以前觉得设计就是画图纸赚钱，现在才知道，好的设计是真的能让人过得更幸福。林设计师，领奖的样子真好看。周公后勤保障做得也很好。姐啊，你的工作室刚起步，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抓住。你放心，家里和施工这边都有我呢。往后的风雨都有人和他一起扛。你们这个项目做得好，不是大拆大降，是走到老百姓心里去了。以后老旧小区改造就按这个标准来。前来久别好，谢谢了。林夏，以前结婚连个正经婚礼都没有，这些年让你受了很多委屈。现在重新开始，好不好？没有误会，没有隐瞒，以后一起带娃，一起打拼，互相体谅，互为屋檐。林夏，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没放弃我，也没放弃这个家。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啊。好的婚姻从来不是谁养谁，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在柴米油盐里互相体谅，在风风雨雨里互为屋檐。你懂我的辛苦，我疼你的不易，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